朝行者，望见三马同时一草，因草与草同音，唯恐对马驰掠。故此，凡见名字有马者，皆避之，甚至去其性命。可惜，他只知塞外有马，却不识朝中之法。近来，我常做同一个梦，美好的没有人敢相信。梦里的一切都超乎想象。我希望这个梦会变成真实，相信一定很有趣。什么？我又梦见了活凤凰。要钱要粮，我们给他就是啊。给他？这都是司马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每次讨论大事，都听到一些陈词滥调、毫无建树的废话，催人入梦。但是每当梦醒后，胆子就更重，大的连自己也不敢想象。而这次不仅那就杀了他吧。啊！哎呀，我的锦朝玉马！杀了他便一了百了，免得伤脑筋。何况他是奉董卓之命前来招揽，我们此时投靠，他日董卓取得天下，我们司马家前途无量啊！许灵离咱们温县只有1日路程了。短短数月，军师所过之处，河内富户竞相归附，为咱们西凉军筹足了粮草军饷。赵大人，等回到洛阳，你我定可加官进爵。可是河内郡还有一个司马家拒军招揽，一个小小的商户，难道还敢违抗西凉第一军师的命令？司马家是河内郡的首富之家，又位处关东叛军进军洛阳的咽喉要地。这次许大人亲自前往温县，正说明对司马家很是重视。原来如此。说来奇怪，许大人自上船之后便一言不发。莫非才智第一的人自尊心格外重？看来司马家大祸了。如今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加上许灵和吕布这文武二将助力，败
外观文明根本无可选择，只有进贡归顺才是良策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历朝国策不过数个，汉室产物，外戚专权，宦官保障，灭亡亦不为奇。至于董卓，不过是燃起火头的小角色罢了。董卓自立陈留王为帝，与礼不合，天下有野心之士必群起攻之。河内乃要冲之地，若进军洛阳，天下大军必屯兵河内。到时候大军以倒董为名，大肆强掠。司马家乃河内巨富，若此时归顺董卓，将来必成众矢之的，只怕会财尽名绝。怎么好端端的请呢？大人，传令士卒加强戒备。诺。大雾拦江，情况不明，还请大人入仓暂避一时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能离开甲板。那我们婉拒董卓便是，杀许林又是何意？是啊，触怒董卓，只怕是不智之举。小蒙，今日这场沏得很不错。董卓看似势大，但并不足以在中原长久立足。若与其合作，必然遭到关东讨董联军势力的清算。倒不如杀许林，既能断董卓一臂，又可令各方势力对司马家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强攻。兵行险招，方为司马家攫取最大利益的手段。富贵险中求，人在乱世没有少手两断，只有险中求胜。讨董是民心所向，等到讨董势力联军到来，他们要离心，那时候司马家就是离心。真的要杀许林吗？兵败如山倒。那个传闻中杀人从未失手的刺客组织，廖王，速速列阵，拦住他！
阿火，快来救命啊！少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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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大人传令，让您速去主船护卫。知道了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快保护许林大人！来人，救我呀！闪开！活儿打得好！那只救火来迟，大人受惊了。有我父子在，定保大人无恙。火儿小心，给我杀了他！没问题，不出2招，取你狗命！长山剑法，左去右回。给我死！小心，危险！父亲，三叔，你做生意是要平安，还是要钱财？当然是要钱了。谢谢二哥，来呀，把球给我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回大人要见你，请赵公子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赵公子，在下公曹书佐马方。这是密室，没有许灵大人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许灵大人，要死的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死的难道是军师大人的替身？董相国忧国事，清君侧，死无汉地，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我身为董相国的军师，也被乱臣贼子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有心害我之人比比皆是，自该谨慎小心。只可惜，为了一个无用的替身，却害死了我的爱将。回去之后，我自会在董相国面前陈说你们父子俩的忠贞之心。多谢大人。这就是战场，逝者已矣，但活着的需承其遗志。我们没有时间伤心。是，大人放心，我不伤心。哦，怎么讲？若是大人真的死在我父亲的船上，失职者死，我们赵家必被满门抄斩。如今父亲战死殉职，反倒救回赵家80年。说得好，你和我的知交吕布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衡量得很准。只不过吕布手段太狠，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放过。赵火，你武艺超群，悟性也很好，我很喜欢。今日我许灵收你为义子，你可愿意？那么多人要杀大人，我只怕……你怕又一次丧父吗？连残兵都没能取我性命，还有谁能杀我？那么，请大人不要后悔。你的回答很有趣。大人，残兵中是不是有一个独眼的首领还没有出现？不必慌张，老夫不是已被残兵杀了吗？但是他们还在。什么？所有护卫把守入口，传令甲板士卒也注意警戒。不要慌，敌人未必知我军虚实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大人，难道对手是在欺诈我等？敌人离得还远，不必紧张。残兵的首领到底是何许人？我认识他。1年前，他曾经来过我家。什么？难道你父亲与残兵结交？他为什么来你家？想利用你父亲接近我？是啊。这贼子果然阴险，知道大人身边闲杂人等难以接近。你父亲不会答应他。赵贤绝对不是这种人。父亲不知道他就是杀手，只是与他一见如故，十分喜欢。所以呢？所以收他做了义子。义子？赵贤曾说你是他的私生子。赵贤一直生女儿，生不出儿子，他怕你们取笑，所以没有说实话。
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是残兵，残兵又杀回来了！不得了，那家伙烧起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，这是他们来接我的信号。甲板上那群傻瓜的视线全被引过去了。对，现在我就开始专心对付你们了。不是毒眼，不止不忙，耳朵也很清楚。至冠天下的西凉第一军师，本不该如此贪生怕死。来人，救我呀！他那声救命，声音虽然很像，却瞒不过我的耳朵。够了，报上名来。残兵之首，燎原虎，你想到了吗？能在1年前就谋划到今天的安排，看来你背后的谋士不逊于老夫。哎呀，我很好奇他是谁。你已经用不着知道了。临危不乱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徐某真的很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偏要来送死。对，真的很可惜。做我父亲的人都会死得很可惜。许林大人，受死吧！唉，我的命拿不走的。哼，没有后手，岂敢称西凉第一军师？赵火，1打15，你有胜算吗？小子，就算是吕布，也未必能从我们剑下逃生。你现在连可惜也来不及了。我虽从未见过吕布，但我的理论是，打10几个高手，总比打几百个不落来得轻易。世人皆知我许林麾下猛将高手如云，如果没有万人敌的实力，杀我谈何容易？一成功，我就拉他上来。梦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这个残兵生活的举动，也便全部在我意料之外。我这小子不是疯子，恐怕他就是。
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杀兄之仇。死亡并不可怕，人生的目的地就是死亡。可怕的是，在生与死之间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做得好，我儿奉先。西凉的男儿们，万岁！黄冈之国，微臣反国，诚心所在，国家之尊，关系谁？想逃走檄文，造成迫害袁绍。稍等同社稷沦丧，集合义兵，共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合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虑。曾天诛地灭，八路诸侯联军来得好。这正是我喜欢的场面，天下大乱。袁术军2人，张封建，乔茂军4人，关宏、彭俊、张峰、王尊，孙坚军2人，程匡、邓汉，刘岱军3人，程景、孔方、郎世平，总计29人。竟有这许多人！哎，连那百人斩邓汉也死了。死也罢，听说头都被人割了。这些当真是同一人所为？经查验，
皆死于方天画戟之下。荒谬！独眼龙刘宗征战沙场数10年，见过的猛将无数。所谓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只不过是……不过是杜撰而已。将军何出此言？末将不解。两军交战，首重士气。为了增加士气，自然无所不用其极。捏造战神，英雄传说，最简单最直接。那之前传闻的杜眼刺客，莫非也是有杜撰？你说的是那刺杀许灵之人？那个袁绍大人不是已经断定为河内司马家所？独眼刺客之说，亦不能算是完全杜撰。莫非确有其人？司马家巨招和许林离奇之死，也许并无多少关系，但此事恰好能被我方利用，编织传闻，夸大其事，造出一个独眼刺客抗衡敌军的英雄传说。英雄传说。西凉军先杀我关东29员独眼大将，后将功劳尽归义父。你正是要造出一个无敌的战神传说。我方若是没有吕布般的强者，士气必然弱于敌方。只要我方的独眼杀手传说盖过敌方的战神传说，彼之士气必然大受打击。对呀，跟外面的兵卒说，夜已深，不要再操练了。诺。今日各位将军在此，刘某不妨以诚相告，为壮大我军士气，编织出独眼杀手这样的传说，正是刘某所为。袁绍大人也极为赞同，故此刘某便将此传说广布各营，以强军心。哦，原来一切皆是刘将军的计策呀！末将佩服，佩服佩服佩服。换而言之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独眼杀手。哈哈哈哈！敬刘将军，敬杀许灵的英雄，敬刘英雄，敬英雄，来了酒，干！来干！预备！好死！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再……是赤兔马！擅闯大营者死！
他的。是，你就是传闻中和匹敌鬼神的。董相国护主登基。作乱政，残害忠良啊！史书上一定会记载，东贼一定将披头换面啊！陛下，不要停，一直向前。这些人都会死的，必须死。他们都是我的臣子啊！他们都是本朝的罪人。我不要！陛下，不要，还是不敢？不敢，是不敢。相公，快停下！臣只有向前，没有后退。陛下，臣天子，没有不要，更没有不敢。不是，我不要，国家落到如此田地，陛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陛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陛下，睁眼看看吧。朝纲不振，宦官弄权，强征苛税，横征暴敛，致使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现一说贼寇必有反权乱党，谁之过矣？为何无人去阻止？为何无人去觐见？看吧，看看这群满口仁义道德、无能贪安，只会欺上瞒下、大放厥词的小人。天下如此动荡，社稷危如累卵，而这些人除了跪在地上逃避责任，又为陛下做过什么？他们是一群无能的猪，安逸时贪图享乐，危难时任人宰割。国家积弱，就是因为养了这样一群猪。陛下，你可甘心？这些人就是我的臣子，我家的栋梁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我伤心的是什么？我流泪又为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错，这此刻突然觉得恶心。杀！这要杀光这些猪猡！这个江山不能毁在他们手中。陛下，让老臣助你一臂之力。董卓，这恨来得太迟。董卓无能，自知有罪。董卓有的只是力量，可恨的力量。时间早已腐败不堪，想要推动时代的巨轮，就必须扫清前路的障碍。无余训，生祸乱，人才知什么是可贵。孩子，你是大汉的最后希望，就让董某用生命和鲜血、力量和残暴，为你打通这条血色的王者之路吧。淳平元年，董卓于洛阳杀文官70人，武官50人，国妻3600余人。
西凉军全城戒严，搜捕相关党羽，一时株连者甚多。洛阳城中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一望便知道是哪来。大公子的事我都知道。除了大哥之外，关东各路诸侯在洛阳城里的倾诉，也被西凉军扣押作为守城的人质。以人质来瓦解关东军心，想必是那位西凉第一军师许灵的点子。不错，幸好许灵被我杀了。在洛阳的眼线传说上说，大哥是被吕布亲自抓走的。吕布，那个传说中的怪物。说到怪物，我们也有。残兵随时可以出发。有了他，洛阳城内清风帮会听候你的调遣。你儿平安回来，一定。小梦，公子，为什么我又要？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我同意。身份是歌姬，难度太高了吧？豫州刺史王允是父亲生前好友，曾得罪中常侍张让，在河内避祸。我与他交好，张让被讨杀之后，王允已回到洛阳，如今官拜司徒，他会全力助你入宫。还要入宫？入宫这种事，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你才能办到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信主的那个人。又带错路了。吵什么？不就才比计划晚了10天吗？才晚10天，关东大军眼看就要……三弟，不得罪大哥。二弟说的对，不得罪大哥。哼，大哥，你总是惯着我。大哥，真的知道去洛阳？好兄弟，多包涵。这些人也是去洛阳，有点意思。过了泾阳，就是洛阳城。许灵的死，与兖州等地商贾缴纳钱粮之事只不过屈狼得法，关中留军河内将所有答应之事烧抄家。燕军得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军资，士气大振，气力昂扬。可惜无人能过吕布这一关，战事陷入胶着状态。吕布果
然无人可疑。老师怎么看？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都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和董卓大人作对的下场。汉室多难，战祸连连。黄巾贼虽除，但各地军阀趁机发难，与朝廷作对。现在是我们对国家表以忠心的时候了。大声点！今天我刘玄德代表董卓大人前来，向大家征召军饷，以报朝廷。这就是人辈，妈，竟然送了董卓的走狗！总有一些人渣趁火打劫。谁在窃窃私语？出来！董卓进京带兵凶残，天下人得而诛之。你刘备妄称汉室宗亲，竟与恶贼为伍。我张松虽为一介布衣，但也看不起你。哎，你这黄面猫要做甚？别过来！啊！国贼，放开我！给我滚出晋阳城！这个家伙好大的气力，掏人的手法却不会。人说泾阳的桃又大又甜，请多吃，不知这颗多。今日刘某军务缠身，只剩吃一只桃的时间。如果在我吃完之后见不到这些箱子装满钱财，那个花面猫就会一一送你们出城。听见了吗？快坐！我的全在这。这个不够啊！这桃子不够甜吗？很甜呢。不，我是说这箱钱还不够啊！大人，只有这么多了，我们也要活下去啊！怎么会呢？你们看，这样捏一捏，捡一捡，还是有东西的。你们身上没有，家里总给了。众将士，给我抄绳。还给我！还给我！都干呀！快点！主子，关东联军来了！啊，这么快？走走走！哎呀，这抢了这么一点点，真是不该抢。撤退，从西边出去。好。这群恶贼终于走了，关东联军到了，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快滚！快！你咋回来了？
任务，但大哥要做的事一定有你的理由。石头为什么都冲我来呀？谁叫你这个大花脸如此招摇，才把那个读书人丢出城外？还不是大哥的主意！三弟说的是，那就快跑吧！呀！韩令兵，速来通报，泾阳城府库遭大户所在，众将士，给我抄！你们这救星大老爷啊！救星大老爷！我们今天百姓誓死效忠，杀东贼！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一直被西凉军欺压，现在终于等到救星了。虽然家园已被西凉军劫掠一空了，可是我们还能够出力气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泾阳城刚被西凉军劫掠一空，反正有一可赵本王万岁！元少大人万岁！选择正确，袁绍军倒也不是笨蛋。韩公子，若是金钱有毒者，你又会夺回去？司马家是做买卖的，生意最计较利益，自然是他哪个本少利多就选哪个。没错，只有实实在在赚到手里，才是好的。官权老爷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咱们刚被关东来的军队洗劫，哪里还有钱财呀？命还有一条，拿去！命我可要不起。阜阳的百姓们，刘备不是来抄城的，我是来救城的。天下大乱，受苦的终究是百姓。为了军饷粮草，关东联军四处劫掠商场，阜阳城的百姓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家园尽毁。如今有了大哥散出的钱财，百姓便能把家园重建起来。而泾阳城，大哥先行冒充左军抢掠，于是泾阳百姓被西凉军痛失一人。那关东联军自然热烈欢迎，百般宴请。这样一来，打消了关东联军抄城杀掠的念头，反倒救了他们。原本泾阳城会是和阜阳城一样，如今家人性命都绑了下来，泾
是不合法。朝一场却救回2场，天下再也没有这样奇怪的事。谢谢啊！这种怪名字，只有我们的傻瓜大哥才想得出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当然是洛阳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这次不会再走错了。乱世不易，别死啊！有缘再见喽。好雄伟的城池！哼，虽然绕了一大圈，我们该去打倒董卓了。云长，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，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天下的秩序？当然是成为董卓，也不得不臣服。天下第一智囊，你猜一猜，我燎原火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让你知道，必定大吃一惊。吕布大人，终于等到您了。家父因护卫许灵大人而死，请大人为我报杀父之仇。这些人头没有一个是他的。在许大人的船上，我见过他。他身长8尺，声如洪钟，满面刀疤，年约40。所以，这个无能之辈也不是那么杀手。指点吕布该如何为你报仇。7天了，今天是6日。就请兄开了在天之灵为我找出真凶。现在等你的指引。你来了吗？是的。
徐林大人知道，只有你才可以为他长出真凶。徐林兄，这就是你的旨意。请将军为小人报杀父之仇。赵火，自今日起，你就在我赵县听命。自关中联军起兵讨董，董卓便将联军各将、汉室所有大族在京城中的家眷悉数关进大狱。董卓利用这些人质，向其家人勒索大量金钱。说起来，人刑数130余侯元。讨董既是天下事，也是司马家的家事。董卓只管收取赎金就可。司马家虽富甲一方，要救大公子也是很难的。因为这些人质正是最好用的挡箭牌，关东联军攻城最大的障碍，因族人被袭，不得不退向战场讲，一人才上书。董卓有人质在手，联军岂非陷入困局？于公于私，这困局终须扭转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，从来不会。下一个，报上名来。小人白三，时节3相，家中父母兄弟6人。来，又到了祭祖季，大量有用人士将于此时归宗拜祭祖。根据我的推测，关东联军必会趁此时机集结各军军中精英，混入洛阳城，结果黄伯伯，你看那个人，莫非此人想单人闯场，步伐轻巧，可能是高手。啊，见鬼！小子，胆敢带着兵器入场！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听到了没有？哎呀！大叔，你没收到消息吧？我就是渑池太守赵乾的儿子，今天新官上任的赵火啊。原来是新上任的校尉啊！赵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哪里是高手，不过是一个二世祖罢了。南方口音，果然是关东联军。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阿火，你单人入城不可行险，需等待时机。何为时机？关东群雄劫天牢便是时机。洛阳城中越多，你的机会就越多。看起来，今年会比往年都热闹一些。
收到赵大人的任命文书，小的们都翘首以盼。可是赵大人怎么是从城外进来的？我进出哪里，也要先问过你吗？怎么敢？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了，你继续吧。好。下一批。洪伯伯，这小子看来很有用啊。对，一会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就先拿下这家伙。军爷，都是些祭祖用的东西。叫什么名字？来洛阳做什么？皇座在各地行商，今年特地回乡祭祖。回乡祭祖。家住洛阳哪里？家住石街5巷1号。蠢材，洛阳人怎会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？老伯，你这样可过不了关呐。一行15人，前7后8，应该是江东孙坚会稽军的编制。你叫黄座？是的。住在石街5巷1号？是的。哼，被人看出破绽了。哼，1号不是姓黄的。西凉兵都如此机智，有好戏看。哎呀，出外多年，连家都忘了，应该是丑号。丑号是姓李的。嗨呀，年纪大了，真是忘了。老爷爷真没记性。是子浩，一定是子浩。子浩。说。去你的！来人！要命了就别动！有劳兄弟送我们进城，你们先进去。是。姑娘，饶命啊！别说话。女侠，你该不会杀我吧？你别说话。下面在干什么？一下子放这么多人进城？乱说话！没问题，是同乡的兄弟。赵大人，小弟替你向兵部报到了。好。有了。赵大人，这位是？他是我刚在西凉纳的第18个妾室，漂亮吧？大人年少有为，得享其人之福，下官好生羡慕。是啊，又漂亮又温柔。走。不同凡响，不愧是咱们西凉的女人。赵大人保重。大饼，新鲜的大饼。好吃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来吃喽！你这么凶，到时候谁敢去？
走啊！现在也是5到10，那是暗号。来人，有刺客！那边。福利，你先走，这里有我。快走，按计划行事。你跟我走。哎，别扯乱我的头发！哎呀，疼！是口中刺。听口音是会计。王朗军是孙监军，孙监军，王盖。好，八兄早就下领教了，正有此意。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疼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再过来，别杀了你的大人！大人为重！哎呀，疼！你还真是护身符。有两下子，这丫头跟小王不相上下。护身符，跟我走！我不是吧？原来除了武功外，乐很多。你也跟小王？谁说南方少女温柔啊？喂，你不要瞎跑啊！前面是。这就是闯城的乱军吗？进洛阳前也不先看看地图。天下间竟然还有这种事，单枪匹马来闯北部卫所，身为这么标志，杀你太可惜了。让叔叔陪你玩玩。这就是你们五岳高手们的本事。小姑，快点吧，人家笑你了。
留言的人倒了！太差了！留言的人下去，你就杀人！丢脸了！这卫所里的都是西凉军中将官，这样下去早晚会。活该，托付于上色。比人比之前的更强，就算是黄盖叔叔。兄弟，哥哥帮你一把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不要，军爷！哎呀，这才值几个钱，小气啊，真是小气！兄弟们，干得漂亮！还不是栽在咱们六院手上？谢了，兄弟们，这牛是我的。你中计了。六院的人挂了，是啊，活该，大家一起上吧，走。三月的人想捷足先登，我们也上了，上！谁呀？那商人？谁呀？谁？出来！说什么好话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本来就算不得好汉。说话的是什么人？王超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一起来受死吧！弟兄们，杀了他！洛阳当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多谢壮士出手搭救。杀人了！
下你们2个了，来吧，我不用兵器。妈的，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。那个叫黄盖的，找到了吗？李大人已将4处街巷包围，相信很快便可拿下。报！逃往北门楼方向的探子怎样了？禀报将军，北部卫所遭遇突袭，折损各营将官共计15人。2人为孙建军口中刺所杀，其余大半为此种脱手镖所杀。酒还是温的。这座洛阳城越来越热闹了。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一等8人皆有安邦定国之责。何时出山？出山之后又何去何从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老师，弟子已经决定。也罢，毕竟你姓袁。老师，弟子洛阳虽为董卓所占，但城中诸多势力都对他恨之入骨。关东联军进城劫牢，一定会和他们联手的。外面风声很紧，明天再出来吧。那你们也小心。洛阳城内，各方势力密道密保诸多，即便董卓全力搜查，也难以发现。侯氏兄弟到，崔国到，王平他死了，孙英到，杨崇到。喂，上面那2位关东兄弟，大爷饿了，快拿吃的来。吵什么？吃食你要不要？大友，辛苦你了。无所谓，为了大局嘛。就是想不到这小子会是咱们劫牢的好棋子啊！仲达，我依着你的计划混入联军劫牢队伍，在西凉军眼皮底下劫牢，九死一生。不知是什么样的厉害人物，才能指挥得动各路联军精锐？仲达，想必你也和我一样好奇吧？一下子杀了北部卫所15员大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可是难得的高手啊！我军中有这样的人？刚才点完名，确定查无此人。那太可惜了。如果这人在我们军中不说话许，就算吕布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吕布啊，想起来就让人冷汗直冒啊！那人是独眼龙？不是。廖兰，你还很在意那个独眼杀手的传说吗？
袁大哥，叔子，你怎会在此？他呀，每天都在说你，这次竟偷跟了来。你有伤在身，上来干嘛？有黄将军在，孙姑娘去哪里都没问题。排好这担子，以后就交给公子了。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还有，准备的怎么样？公子，全都准备好。好，明晚祭祖节之夜，藏身于城内的御史集结于此，做最后准备。这小子身上的令牌你可查得到？我已有过，可以通行无阻。既然如此，这家伙也就没用了。还有，去送他一程。喂，你可以走了。孙姑娘说放你走。从这里出去？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秘密通道。公子故意将计划泄露给这二世子，乃设计放他回去通风报信。明早开始，这里将被西凉军监视，等所有议事一到，便一网打尽。但是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来，而是一早埋伏在大牢四周。要消灭我们，何止用到千军？董卓根本没时间抽调兵力入城，能用的只有城中驻军。一旦大量调动，大牢守军必会打击。有了袁公子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劫牢救人就能顺利许多。我们今晚就全军撤走，免得明日被西凉军撞上。可是，若明日此大屋空无一人，岂非令西凉军起疑？这屋我早已贱卖了，但我要买主答应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在祭祖节当日一早，便一次将所有人搬走。那些人就是我们的替死鬼。妙啊！公子算无一策，不愧是水镜先生的首徒，天下无双。过奖了。此行能否顺利，还要看袁将军的手段。末将必不负公子所托。事关天下，许林已被你所助，劫牢军的一切又在你计算之内。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来者止步！巡城校尉赵火有紧急军情禀报吕布大人。再逼下去也没有用的，就算杀了我，也不知道。吕将军，许军师之死，着实与司马家无关呐。年初，许林兄于兖州游说，所有富商都表态支持义父纳钱纳粮，只有司马家毫无回应。其后，关东乱军起兵，所有富户都被抄家。唯司马家因曾拒绝我们而得幸免。如今，洛阳所有人质的家人都给了赎金，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。
我才将他们送上战场去做挡箭牌。奇怪的是，只有司马家迟迟不交赎金，你才因此得以不必上战场。这2计，怕是出自一人之手吧？将军，我对天发誓，司马家和关东的乱军根本毫无关系啊！司马家你望族名门，连近些年声名鹊起的曹操都是你父亲提携的，怎么会毫无关系？告诉你一个巧合，许林船上死去的15员大将，是被脱手妖刺中要害而死。这跟我司马家有何关系？今日有奸细混入洛阳城，北门楼15名将官被杀，他们同样死在脱手标之下。这算什么巧合？许林死在河内，而近3年来，残兵杀人也只在河内，而河内的人质就只有你一个。同时，我感觉到杀许林的人也来了。你来了，去看看你想见的人吧。怎么会是你？我乃赵贤之子赵火，来刺客杀我父亲的首脑就是你吗？杀人凶手，拿命来！赵大人，还有另驾之人。赵大人，冷静点。大人，司马朗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我杀光那群来救你的残兵败将，必要杀你全家！赵贤，不就是那个和许军师一起被杀的人吗？没错，许将军在军师墓前碰见这小子，是在大门啊。我明白了，利用吕布为好友报仇心切，向吕布点名可以我为饵引出残兵，暂且保我性命。真的很有胆色。大人，请大人助我剿灭河内司马家，以为父亲在天之灵。在剿灭司马家之前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大人是说残兵？不错，司马朗正是引出残兵的关键。先灭残兵，然后去河内，我要那司马家血流成河。我会在你去河内之前，先拿下你的首级。大公子这个眼神的意思是，这个叫吕布的人，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简单。华兄，事情正如将军所料。这里有人和关东叛军串通一气，准备里应外合，在祭祖节劫牢救人。而这个人刚刚从我们一直监视的张庄出来，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跳得好！再来一曲！司徒王允送来的这批歌姬果然名不虚传。即李学军、郭四军率先准备，随时候命。
张文兄，板着脸干什么？来，干了这杯酒。相国，掌温，什么事？相国大人，大伙儿辛辛苦苦打下了洛阳，一下子放弃，我心有不甘呐。掌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有异议？咱们各大家族生根洛阳，家眷财富数不胜数，岂是说走就走的？此时仓促班城，必损失惨重啊！掌温，相国大人并未公布班城之日，你不要妄加猜测。不敢，只是近日调兵频繁，西门加扩，我看班城只在这几天了。够了，张温，你喝多了。大人，张温只是酒后胡言，恳请免罪。长兄，快醒醒，闯大祸了！我没有罪，咱们西凉人以往收尽中原人冷眼，现如今洛阳在手，眼见大伙可以吐气扬眉，为什么要轻易放弃？掌温，班城之事极为机密，偶一不慎泄露，关东乱军必乘势来攻，我方必败无疑，泄密者死。难道你没看过相国大人发出的密函吗？掌温，你的家财就用来劳军吧。请大人别上下老手。再有妄言泄露军机者，立斩！下明白。班城之日，我自会通知。但今日张温已露口风，所以所有与班城之事无关的人，还有张温的朋友，将会消失。我们只是五岳，此事与我等无住手！妄相信，歌可当弃，远望可当归。生也罢，死也罢，放不下西凉。为什么不逃？留在此地，与众为敌，生死未卜，与死又何益？弦外有音，是你还是别人的心声？这是我在西凉兵营中听到的心声。当我的剑儿们知道要离开中原之后，就不会唱这歌了。只是将士们走得不甘心，西凉军远驻穷地，牺牲性命抵御外敌，但功劳总归于他人，尝尽诸侯鄙视。今日一走，心有不甘。将士积怨未除，人心不已，大业有疑。乐师，你有办法说服他们？一曲道一理，一舞解千忧。未尝不可。
貂蝉泯灭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艳绝天下。献丑了。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不曾知常。这是许明的望乡行。一副清凉，幸福守空房，十年家书寄托行。离情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懂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门里，这人如烟哭。少女时苦，今家红土。死别时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期时苦，也不得不。无期时苦，谁与同路？无此时苦，竟无归处，无归更是苦。少女时苦，今家红土。思念时苦，大几杯苦。无期时苦，也不得不。无期时苦，谁与同路？无此时苦，竟无归处。这五岳动人也深，其化人也素。这就是许灵藏于歌赋之间，兵法为纲，人性为首的境界啊！这武技绝不简单，只用一曲歌舞便勾起所有人思乡之情，恰好为我的迁都大计做铺垫。现在是要看我怎样做吗？弟兄们，我们离开年迈的双亲，离开幼小的儿女，离开心爱的女人，也实在离乡万里，从西凉一路拼杀到洛阳。南场即是修罗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走过万里血路，都不得不抛开人性，将自己变成野兽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。
这些吃人的野兽，还记得自己家人的模样吗？还记得吗？很好，那你们还记得当年追随我离开家乡，踏上万里征程时说过的话吗？是啊！相国大人，您说过，我们离开家乡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家，以天下为家。好得很。董某再问大家，如今我们有的是什么？是天子，是在我们手上的天子。无论到哪里，受到万人敬仰的龙，这条真龙，此刻就在我们手里。所以，我们才是天命所归，是王道。因为皇都洛阳不过是一座木石所筑、早已腐朽不堪的城池罢了。弟兄们，以天下为家，天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我们西凉的男儿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皇都。这就是董卓吗？一个敢于挑战世间陈规旧俗、改天换地的狂人。怪不得有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有人对他五体投地。什么？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连我也被他的言语蛊惑了。完成之日就在后天。西凉的男儿们，我们要去真正的龙兴之地，我们要一起去长安，去建造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，是西凉人的皇都。董卓的将官们为何如此沉静？这些西凉人怎么了？一个比洛阳更伟大的皇都，我们西凉人的皇都，伟大皇都，西凉。一句连小孩也不相信的谎话，竟可推动将士们的心到如此地步。董卓这个男人果然……二公子，一切正如你所料。我刚刚想到一个发财大计。来，快说！一想到钱，我就精神了。首先，将所有资金集中，全部拿去买木材、砖块、建筑所需者，广发布条。高薪聘请洛阳、兖州等地工匠。这是做什么？仲达，我们不是有建筑店吗？干嘛还有那么多？当然是因为我们要重建一座洛阳城。开什么玩笑？洛阳还安好啊，为何重建？各位叔伯稍安勿躁。且听我细说。董卓30万大军从西凉而来，补给线漫长。当前战事焦灼，如果补给线被切断，则必败。再加上兖州补给之计落空，
打破了董卓的如意算盘。西凉兵卒离心愈久，思乡愈切，士气愈弱。所以我料到董卓必定会放弃洛阳。道理来了。长安位居关中，东有潼关函谷之险，可据关东濠桥；向西则直通西凉、晋武、沛可省。当年秦皇高祖皆凭此地夺取天下，是乃荣兴之地。董卓的野心，路人皆知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天下间还有何地比长安更适合。透彻，透彻啊！而且董卓知道，关东众豪强，无论谁人进驻洛阳，必实力大增，成为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头号劲敌。所以，他必会先摧毁洛阳。洛阳虽小，却仍为中原政经中心和军事要冲，关东豪强皆我视之。到那时，一座百废待兴的洛阳城，到那时我们便可借机抬高建筑物料和工匠的价格，重建洛阳，一夺先机。老四，大生意啊！仲达，你真是司马家的宝贝啊！料事如神，二公子，你尤胜天下无双。如果你是男人，那就是我另一个许灵；但你是个女人，那就是为我生下杰出孩儿的母亲。霍哥，我已探得董卓班城之事，你那边怎样？做内奸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西凉兵越聚越多，再加上这里归附董卓的禁军，咱们全力出动，也难于取胜之望。别管我，快走啊！李信引导，还不走？领导，你想决一死战？你这怪人！凤行兄，杀内奸你要多少招？5招。5招杀他？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也有5招。5招就想杀我？5招就想杀我？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混账！内奸另有其人。俺乃大汉10万禁军教头，调教出名将无数，就凭你也想杀我？元泰，你私通关东叛军，密谋劫天牢，叛国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叛国者？哈哈哈哈哈！董卓挟持天子，若非顾及圣上安危，袁某世代忠良，又怎会屈身于董贼之下？若当真放手一搏，我不信此间有人可以胜我。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禁军教头袁泰，怪不得关东营军劫道汹涌成风，原来早有内应。华雄，你放眼看看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哈哈哈！整个洛阳城都是西凉军的地盘，打赢我就放你走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不要后悔。头两下子，第一招，两人出招既快且狠，时而不华，各有千秋。别说5招，就算50招，也未必出胜负。不愧是禁军教头，吕布竟说能5招之内解决他，
连我都做不到。第二招！3招了，华雄，待我教你一件事。少啰嗦！你以为我们脚下的武魂是什么？什么？是防不胜防的武器！啊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。哎，你应该一早来跟我学习的。可惜，混蛋！说不定你下辈子才可以拜我为师。第4招。元太，你的事已经结束，说的没错。战场上什么都是武器，谢谢你教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啊！放开我！元太死了，他的部下没有一人跟他，因为他们知道吕布用不上5招，只用1招就杀他，剩下的4招足够将他们杀光。我永远记得今天，因为我第一次产生害怕的感觉。貂蝉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是你遇过最特别的女人。出乎意料。如果相国大人再敢闯进来，我就会往这里刺进去。我送了大人。主公，请息怒。息怒？这感觉真好。愈难得到的东西，愈能激起我的雄心壮志。我感觉到年轻时的自己又回来了。快些，还有10箱，如果少带1箱，便要你们人头落地。还有这只大将军鸡，也给我仔细带好了。陈留，不，皇上。哼！要去长安了，你哥哥已经将他的玩具收拾好。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心智未熟，当小孩子来管天下，不乱才怪。你也是小孩，所以我也有我的玩具。袁绍等关东叛军看来会离我堂兄为远，这莫非就是黄明的？我的天下有为，我要成功，必要有雄厚的根基。公主，这是足够我们300年用的资金，与其为他人所取，何不带走？我这玩具，你敢取吗？臣遵旨。初平元年，董卓西迁长安，临行据汉室历代皇陵28座，截取情报。
元泰被杀，计划有变。明日关东联军将不会接牢。他们后续会有什么计划？残兵正在追查中。营救大公子的事，就要多仰仗诸位了。事成之后，每人各赏500钱。大家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们拼了！很好，马帮主，你的疑虑呢？吕布为报杀许林之仇，必将调遣重兵而来。到那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正因为吕布报仇心切，所以就由我来引开他的大军。没了吕布军，其他人你们应付有余。利用吕布的仇恨引开大军，好，我没有疑虑了。王副帮主，你的疑虑？想不到这一代的残兵首领如此年轻。王刚，休得无礼！我不知道你武功如何，但这次的对手是被称为战神的吕布。虽然你戴着残兵首领的眼罩，但并不代表你有上任首领的本事。哼，你对我没信心？哎，变了，残兵变了。以前只是保护司马家的安危，现在却变本加厉，胆敢挑战官军，还偏偏惹上了董卓。以往的残兵首领可不会如此狂妄，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，叫我们如何信你？王刚，住口！霍哥，继续。想看我的实力？哼，我看你不过是……刺客！姚元雄中箭了！这方向是从相国府那边射来的，谁人能有如此劲力？快保护帮主离开！安静！董卓班城之日，就在后天。王副帮主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我正在称赞英雄出少年。小梦的剑术越来越厉害了，不过小梦的处境越来越危险。我不知道这次你们两个会是谁来救谁。都给我滚开！果然没来错，是我最喜欢的一类。今日我就带叔父来品尝。你就是董卓的侄子董王。美人还知道我的大名。敢称你叔父的东西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叔父百无缠身，现在又要处理班城之事，哪儿有功夫理你？况且他的女人多的是，哪儿顾得上我？与其将来常驻深宫，倒不如跟我这个叔父的继承人来得更好。我可比叔父更懂女人。贱人，松口！有意思。怪不得叔父会带你回来，哼，跟我们西凉女人一样，够劲儿。拖他上床。是。走。
对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。告诉你，叔父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你敢反抗？我不但会反抗，而且会凶得你完全不敢相信。要杀了他吗？胡哥，我该怎么做？去死吧！这女人碰不得。大公子，不要做出令主公伤心的事。放手！袁大人，是齐都尉大人。齐都尉又如何？别以为得到叔父的信任就可以来管我的事。你只是我和叔父的一条狗，给我滚开！大公子，职责所在，我不能。听不懂吗？别来一声！大公子息怒。你有这么多事要理，理我干什么？别以为你现在得到重用，就敢来挑战我。什么主意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大公子，别误会，原当一心为了主公。齐都尉本是我囊中物，自从你来之后，什么都变了。这个可恶的阴险小人，去死吧！大公子，请回吧。脏东西，我今日便要！公子，请留手啊！大公子说的对，原当不过是个奴才，奴才只会做主公喜欢做的事。到底想说什么？主公有12个儿子，每一个都在为将来能继承主公的位置处心积虑、勾心斗角。公子并非主公所出，却最得主公欢心，实属不易。如今主公欲成就大业，正是考教各位公子之时。大公子若是在此时因为一个女子而跟主公失和，当真值得。天下女子多的是，大公子要末将就算拼了命也会为你找来。公子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小夫人胡乱大谋啊！好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今后自会有用你之时。末将明白。还有你，等到叔父对你失去兴致的那一天，我会让你明白自己今日犯下的错误多严重。公子慢走，恕不远送。哼！大公子的脾气变幻莫测，不好伺候。想不到董家竟还有一条这样忠心的狗。世人之路，忠人之事，原当不过尽自己的本分罢了。姑娘又何必出言讥讽？妈，主房那小子捷足先登了，这时才告诉我们。七哥，我们绝不可以输给他，快进去。又来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狗奴才，滚开！别以为是齐都尉就了不起了。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
哥，这样逃不掉的，快放下我，你自己逃吧。快放住我们！你听到了吗，火哥？你停下！火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到下面去，这样就没人能捉到你。那你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有资格操心我的事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你不能！他只有一只手！好小啊！放手啊，光！傻光他们！放手啊，光！
看，没有放。放手，傻瓜！放手啊！你喘不过气啊！小梦，放手！不放！傻瓜，又一个傻瓜。我在想什么？我世上多蠢材，其无处不在。知历朝历代之事，尽皆可悲可叹。万物有常，阴阳互补，故此上天创造了一批与众不同的人来平衡这个世界，称之为天才。仲达，是仲达！原来是田兄。仲达，你我在路上相遇，便是有缘。玄兄我正有一事相求，这个忙一定要帮啊！田兄，我除了算学之外，其他都一窍不通，如何帮他？哎，要化解此事，说不定正需要用到算学呀。田兄，我有要事在身，你还是放我走吧。仲达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想。快点，到了。哎，第6营的都到齐了，第8营的军师还没到吗？这里是沿海境内，我怎可进去？哎呀，走吧。天德，还以为你早已放弃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呸！我只是出去歇歇而已。仲达，来这边走，借过借过。仲达，你看，联军所有的军师都齐集于此，这种大场面没见过吧？就是为了这东西。我军昨晚在西凉军大将郭汜的营外截到一队送信的士兵，搜到这块布帛，布后有一段讯息，董卓要郭汜明天攻打我方大寨，但以郭汜的兵力似乎不足以与我军对抗，想必事有蹊跷。大家认为布上必定另藏有讯息，应加以查证。何以见得？仲达，你经验尚浅，不明白兵法中实则虚之的扰敌之法。西凉人迷信，喜欢用印有经文的布帛来传递重要讯息，故此颜良大人下令军中所有的军师谋士来此破解谜题。可惜的是，竟无人能解。4000人怎么排啊？左下3，右下4，但句意不通啊！对不起，这块布当真另有玄机，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了呀。那个不是第一谋士郭图吗？没错。这里云集了关东最有才智的军师谋士，如果我俩侥幸破解了谜题，岂不从此？郭大人想到了吗？想到个屁！这根本就是整人的玩意儿，大家花了1图嘛，有谁看出了皮毛？你们还是各自回营睡觉，这样耗费心力彻夜不眠，恐怕正中董贼的奸计。连郭图大人都放弃了，现下只好寄望庞纪大人。哎。刚刚庞纪大人好像也走了，庞纪也没解开，太好了！庞纪，不就是你伯父田丰的死对头吗？哼，就是他。庞纪倒也厉害，年少时就是河北有名的天才，不逊现在的水镜八旗。天才，所以仲达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田兄，你读书时艺高人一等，我只是比你强和，你找错了。西凉人的秘密必定与布上的文字排列有关。这次破解考的很可能不是文采，而是算学。
当年在书院，我虽科科夺魁，唯独算学却每次都输于你。所以你正是，以我的才智加上你的算学，你我联手，世上哪有解不开的谜题？这都给我回来！想了一整晚，还是没有结果吗？老严放手啊，简直有辱斯文！严大人，对你们平时自吹自擂，什么天下名师，绝代天才，莫非我军帐下无贤能？仲达，来吧！滚开！哎，你，庞大人回来了，一定有破解之法了。赵庞，还以为你与他们一样夹着尾巴跑了。董卓向来喜疑兵之计，此故易事，文艺杂乱无章逾4000字，足够我等钻研1年半载。我们若是执意咬文嚼字，陷于方寸之间，必定白白耗费时间人力，任务敌人下怀。不想这几个月的酸了。还真是不老夫。明白了，先用姜黄水写字，再以碱水显影。了无新意，董卓不过如此。这条是说，若郭汜引我军出击，李傕便可从后袭我粮仓。阴阳若失，我军必败啊！幸好庞某及早发现，否则，关键时刻还得看你老庞的。既然敌人早有预谋，速调重兵往龙山攻杀。小孩子也会用的方法，居然难倒了马龙谋士。庞纪真是好运啊！你觉得是运气？破题之法虽老，但是马龙谋士都被以前经文吸引，只有庞纪看破迷雾，另辟蹊径，确有不容之处。得意而不忘行，胸有成竹，进退有度。庞纪不是靠运气，而是确有大才。莫非这就是水镜先生说的众生之上，天才一境？唉，庞纪不愧是我叔父最大的对手，无不及矣。唉，仲达，我们走吧。仲达，急报，水镜先生到。水镜先生，很重视这个事儿，莫非另有解谜之法？是啊，不知里面还有什么潜规。恭迎水镜老师。不知水镜先生驾驴有失远迎啊！庞纪先生，你快了老夫一步吗？略施小计而已，先生您这次可要白跑一趟。这步带有酸味儿。先生虽忙，这鼻子倒比狗还灵。竟敢出言不逊！老师，他当敬为军师之本，看不见敌之猛，听不见敌之鬼，心方可保持冷静。你们需要谨记呀！是。水镜先生，今日终于得见水镜先生了，鼎鼎大名的军师集团创办人。天下间许多有名的军师都出自其门下，或是受过他的指点。像先帝时的李敦、讨伐匈奴的魏信等，都是水镜老师的学生。还有我军中的新晋军师袁方，也是他的入室弟子之一呢。你也听过他的大名吗？袁绍大人有令，为保万无一失，老夫可否借此步一看？若先生看得见，就去看呗。怒气已经消了吗？好，很好。老师，弟子去了。那就是水镜八奇中的武器呀！据说得其一，便可得天下。各方豪雄都在等他们出山，这么强势，难怪不便以真面目示人。袁方大人也是八奇之一，现在连关东群儒都甘拜下风了，连水镜八奇都来露面。
看来袁绍大人并不太相信好汉。如果我伯父在场，水镜先生绝不会来的。田德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随便说说罢了。你伯父田丰不敢来，才派你这小子来充场面，贻笑大方。我伯父可是……田兄，走吧。等一等，小子，你是哪门的人？我好像没见过你啊。他是我们田派的新人。丁龙，有这人的资料吗？没见过，一定没有。莫非是田丰的人目无法纪，竟敢胡乱带外人进入军营？给我拿下，军法处置！庞大人，他只是我硬拉来破解密信的帮手，放他走吧。大家都是袁绍将军的人，何必呢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田家不守规矩，私带外人入营喽？老庞，是不是？兵部有令，田人不准进入军营，更何况是主。田将军，军令如山，大战当前，请力斩此人。等等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河内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。河内司马家，看来是事前因拒绝向西凉军缴纳钱粮，受到袁绍大人加赏的司马家呀。传闻派人暗杀董卓智囊许灵的，也是司马家。老庞，杀了他，说不定那残兵就来取你项上人头。袁将军岂不知，全是刘宗捏造出来的。无论许林遇刺是否司马家所为，单凭司马家屈纳钱粮给董贼，都实属忠义。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，一切罪名都由田德一人承担。你以为自己会没事吗？你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啊！田兄不必如此。仲达，都怪我，连累你卷入我们两派的斗争里。如果我能破解不伯之谜，戴罪立功，大人能否网开一面？我们都破解不了，就凭你这个二世祖，天下第一大笑话呀！哦，若是你破解不出，或是被水镜先生的弟子抢先一步，司马懿自当负罪。小子，你很有趣。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拖延时间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能找出其他的破解之法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即死当场。天哪！庞大人以万亿为凭了，这下真的没有退路了。竟有人敢挑战水镜门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也算是胆色过人了。看见了吗？庞吉大人竟拿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你们比，你们应该更努力呀！仲达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会是八旗的对手？就由我来代替你，别白白送命啊！仲达，不！这小子居然敢挑战水镜先生的弟子，有好戏看。听说他是智书御史司马朗的弟弟。司马朗不是被董卓关在洛阳大牢吗？若是哥哥来，说不定还有一成机会。仲达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拖延之策，就凭你我，怎会是水镜弟子的对手？希望伯父能及时通知袁绍大人，保你我平安。老师，琪琪，你想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好像找到一丝头绪，想出外走走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破解了。水镜先生，真的还有其他方法吗？老七已有眉目，你们谁能快过他？右7，右8，折10，转5，下章相反。有了。哟，还没看完。这是折叠法。拿笔来。什么？竟有此法？这小子是谁？第一个选
攻我军大寨，引我军回防。第2个讯息是李傕乘机火烧龙山粮仓，而现在的第3个讯息是陈武义回防保阳，在北临凤凰。日子不利计，我方若只知应对其中2计，则必败无疑。江山代有才艺出，卧虎不谈，水镜八旗果然名不虚传。太厉害了！不像庞纪是另辟蹊径，而是堂堂正正以一己之力解开满营谋士，不，连庞纪国图这等名士都没看出的谜题，莫非这就是名士之上的天才境界？我还有10个答案，但是以日子推断，这个最为可信。好小子，没有你，他们可要去送死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说这人是谁啊？这位亲人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名字？能在短时间内破解此谜，你在为时之上。水镜集团从来无人可得2杰称号，今天终于有人乘龙攀凤。从今天起，凤雏就是此人。谢恩师4名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没有人可得到凤雏的名号。相传2杰分为凤雏与卧龙，2者得其一，可取天下。可恶，凤雏这名号被老6拿了。早知道我就尽全力了。哼，马后炮。董大，趁没人注意，快走。既然司马公子败了，那么就请2位接受军法处置。庞纪，你真的……慢着，谁说凤雏姐对了？现在轮到我。此子，仲大，你还有方法？轮到你放屁了吗？对，还有8旗中1人跟我放屁。司马公子，那就看谁放得下了。在下认为，真正的谜底只有一个。不知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？将军，可否借护身短剑用？但见无妨。2旗7旗手上拿的什么？是一节原木，长几许，粗几何？长约4指，粗约1拳。7旗可是正在切削此木？正是。莫非当真？果然如此吗？布上的文字只是烟雾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12减10，12减9，11减9。术之法出于圆方，圆出于方，方出于矩。11减8，11减7。母相成为法，实如法而已。10减7，9减7，9减1。以少减多，更相减损。7减4，7减5，6减。求其等，不等数曰：1营1不足，1营1士足，1不足，1士足。从约分数到和分数、减分数、乘分数、经分数、克分数、平分数，再到方程数的直出法，此2人的算学功力深不可测。还有5减2，你认为呢？完全同意。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想好了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再低一点。这2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
竟然是这！这两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一次算法，不编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城下一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那自己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，连解除第二谜题的6级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七奇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庞大人，你知道这句子的意思吗？想不到董卓手下除了许灵之外，还有这样厉害的人能使出此计。这城下一句就是4及7县城，在一起前5城，无论以4为2，决引军攻少军龙山2营，还是除6关东军为右，北边放火，都是思想陷阱。关东军士越是钻研，就筑基越深，会被引到远离洛阳的地方。到他们醒觉中计之时，西凉军早就斑马过眼，远走长安。能使出此计之人，往往所会在雪林之下。若关东联军知悉董卓班城一事，那些建立贸易的军阀必趁机攻打，这将这块肥肉。那时候，阿虎他们要营救大哥，就更为艰难。何况现在告知他们真相，都没有人会信。老师，城下一句只有一个意思。又是你以前说的那样吗？没错，董卓将要放弃洛阳。什么？他也知道？洛阳乃是天下第一大城，又是天子居所，权力集中地，董卓怎会轻易放弃？郭汜善用陷阱计谋守城，董卓命其城下一句，想来正是要加强洛阳城防范。由此可知，董贼要坚守洛阳。水镜先生怎么看？先生，还请不吝赐教。老朽受袁绍将军所托，来此探明藏在这西凉经书布帛中的玄机。现如今既得出城下一句这样一个谜底，自当即刻禀明袁将军。以袁将军之英明睿智，必有应对之策。诸位以为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但是，老师够了。兵法之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世事如棋，当今之事，实乃百年不遇之乱局。尔等身处棋盘方寸之间，虽眼见，亦未必为是。这小子才死卓绝，可惜。如果凤雏已经出世，那么……仲达，现在这么多将军想见你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田兄，你素知我不喜从军的。哎，可惜可惜，小别数载，想不到你已脱胎换骨。司马公子要离开了吗？是。今日有幸领教了公子的算学。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没算完。如果我没算错，如何？卧龙城必属于你。术之法
出于方，方出于局。弟子明白了，这两个家伙是想用算学的道理，做出西域秘传藏经筒。此藏经筒对尺寸要求极为严格，须得数一数二的国师级价值，使用世代相传的珍稀炉具，方可达分毫不差。你们可曾听过有人仅凭手中尺寸短剑，便做出秘传藏经筒来的吗？闻所未闻，除非是……爷爷，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要收这些东西？这是祭祖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仙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临街张家庄新搬进去的过百口，全都被人杀死了。那些当兵的只说凶手去向不明。哎，天子脚下尚且如此，天下之乱可想而知。西凉军在城内散布流言，说关东联军另有行李，对拥护旧地的人士皆可进行杀绝。董卓大将李傕更是将自己辖地内的百姓驱赶至洛阳城下。洛阳百姓深信他们是为躲避杀戮而来，城内人心惶惶。董卓见机，下令班长迁都长安，百姓连夜收拾器物，洛阳城内大乱。终于开始。我将计划再说一遍。班城之日，人质将会从西门出洛阳城，然后去往长安。我们就在西门前叫斩的7项。获救后的大公子，就由你们带往东门。残兵已经探得，届时东门守将是杨琴。马帮主，杨琴在洛阳的胞弟，我们的人已经盯他很久。押送人质的队伍分成2拨，大部队从洛阳大牢出发，大公子作为吕布钦点的特别人质，直接从禁军府出发。差不多也该点卯了，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大牢兵营去。马帮主，明日我们里应外合，带大公子回家。兄弟，西凉军凶狠狡诈，你身处险地，千万多加小心。告辞。你不是应该在南城盯着李傕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状况。什么人？太靠近要放箭了！不放箭！我乃郭汜将军麾下传令官。郭将军的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关东叛军连下3寨，保阳城被围，情势危急，请李将军火速支援。快，通知将军！袁绍军刚从这里进入，在围攻洛阳城，多似威仪。跟我上，将关东狗贼斩个稀巴烂！天明后班城，押送人质去长安。郭延将军走城中大道，会合第7营官兵。有令。樊稠将军负责押运袁氏一族，走密道出城，会合相国大人。李蒙将军随军护送。有令。关押在禁军府的特别人质，由吕将军帐下校尉李经、许交、徐杰、赵火护送，由大道转7巷出西门，再和我们会合。奇怪，特
特别人质为何是吕布的人护送？那个叫司马朗的人很重要吗？我等4人速去禁军府。吕布，你将大公子和其他人质分开押解，正等我下回。让路！急报！计划有变！什么人？这是吕布军的令牌。多次将军的保阳城被围，吕将军有令：袁氏、刘氏、韩氏、孔氏、乔氏、孙氏此6族人质，由吕布军押送至前线。6族这么多？袁绍、刘岱、韩馥、乔茂、孙乾6军启发，多次城危在旦夕。看来这次围攻保阳城的是叛军主力啊！休得多问，军情紧急，而中有延误，军法处置。末将明白，速将人质带上来。哼！叛军干部退兵，等着给自己家人收尸品。让开！军情紧急，别挡路！诸位先行一步，带下去。那边，快点！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也是吕将军的人啊！你们不相识吗？要把人质带去哪儿？出南城，助郭汜将军解保阳之围。南城？怎么回来了？南城出了点计划外的变化。不可能的！关东人与人太死，他们如何得知今日败trận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加没计策？好身手，小子，又见面了！黄盖。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知道。小子，还认不清绳子吗？忘恩负义的臭婆娘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不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王二，好，介意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总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，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，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。除非一兵一卒，袁公子正在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，昨夜无星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，
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，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运筹帷幄之际，决胜千古之道。七师弟啊，多谢你飞往传说中之长相去，令我得以施展这一气。看来征途洛阳城后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士气军。哈哈哈哈哈！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士气军，这些西兵之血马快1倍以上了。怎么办？都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击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其实，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等我走完这卧龙这城号，就是我远方的囊中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。放我们的人进来，被迎敌！将军，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不进？竟然往城里逃？他在干什么？喂！逃！要逃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谁可出兵无止？夜飞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攻坚克好！退！快退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古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8旗的对手？哼，一群傻瓜！你果然是个傻瓜。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，你没有证据。这是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袁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袁泰的儿子。袁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！
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姑娘，追！别给他们跑了！柜子下面有密道，快推！姑娘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。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抓住他们！快！果然，天明之后就是班城之日。关东的傻瓜们，此刻想必都很明白，横下一句的真意，你们很快就能明白。公子进来了！公子来了！公子，主公他被吕布给……我知道，小公子也全被那畜生给杀了。姑娘，我也累了。公子，既然失败，那么救人之事。家事归家事，国事归国事，马上联络兄弟们，在7项部署。是。将密道封了。就是。救人，7项，到底发生何事？莫非？姑娘，请上马。公子。我有一事不解。姑娘但问无妨，袁某知无不言。西巷是西凉军重兵布防之地，你们为何要去？为了救出我的挚友，死了。什么？他去救大公子？在此之前，我会先将你送至安全的地方。东门守将杨群何在？家中有急事，马上便回来了。哼，完成之日不容有失，让杨群速速回来。是。爷爷，我们还回来吗？快走快走，别等关东叛军入城，把你们都杀光！这是祭礼节，献上祭物，奏起号角，以告慰先人之灵，求他们护佑。可惜在这样的乱世，纵然是先人，也保佑不了每一个人。我要大哥平安回来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不会让你失望，从来不会。残存烈火如虎，兵败如山倒。如何？押送大公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，但我没看见你们的首领。看来是有事耽搁，不过应该没问题，可以动手。1队、2队，准备！
请，有可疑人物。只有一个人。给我上！保护学生！好玩！有，退，快退！快不开了，这怎么办？司马郎，让你的人速速死！公子，久等了。哼，我已经腰酸背痛。园子耗了一夜，我觉得怕不行了。速速开城！奇怪，北门的赤骑军怎会绕到北门来？快开城，放我们的人进来！为何这么多人手里剑上？看来损失不小啊！中途马毕竟能力有限，急赶起来就不行。和华将军的赤兔良马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。哼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的赤兔马可以这么快从城外绕至虎门吧？就算多跑1倍的路，也不在话下。真的想不到，速度太惊人了。不过，华将军的赤骑军似乎也损失不小。不用担心。足够干掉你们。我们怎么办？人家称雄河北，理当精于骑术，怎么会算不准马匹的体力？你们援兵一直没发现吗？等死吧！快跑啊！留在这等死吗？退路也断了。袁大哥。事情已到这步田地，公子还在干什么呀？可还有后继。说什么救人不需要这么多人？你们袁家的大队去哪儿了？都闭嘴！你的人已经乱了。乱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华将军一定会放我们走。没错，留下人头就放你们走。死到临头，这小子看来已经疯了。若是不放我们走，人头落地的就是诸位了。我从北门追到南门，再由南门追至午门，整个晚上你只有逃跑的份儿。我看不出你的计策在哪里。马匹的差距确实很大，如果我们有赤兔马，此刻早已脱身了。这就是赤兔马的实力。任你诡计再多，最终还是要输在实力上。唉，还不明白？总觉得这家伙是在拖延时间呢。滚，让他们的马恢复体力。董卓今日班城，
主力已在西门往长安，而洛阳城作为掩护全体居民撤退的屏障，此时此刻又不得不守，至少也要拖过今日。但是主力不在城内，兵力有限，支援各城门的任务就落在拥有最强机动力的赤旗军身上。我明白了，你实际让李傕和郭汜在暗夜中相斗，是为了引我出城相助。只要我出城，关东叛军便可攻城，而你们亦可趁机逃脱。可惜你大大低估了我华雄赤旗军的速度，你完了。既如此，何不过来杀了我？不可！你是不怕死，还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华雄，怕的人是你，怕你娘亲！公子，袁大哥，你个疯子！华雄，你现在怕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要你一直追赶的原因，玛丽，我的玛丽！北门方向，信号键有2只，难道我们的人到了？我用此计，就是要消耗赤旗军的马力。赤兔马虽强，彻夜奔波也已疲惫不堪。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出事，你还赶得及过去支援吗？现在北门的守军少得可怜，不需要太多兵力也可攻下。洛阳城若有失，董卓定会将你军法处置。华雄，此时不去救北门，更待何时？我也可以先宰了你，再去救北门。别管！华雄军务在身，只杀他一人便回军北门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你是袁家的。嘿嘿，你很聪明，只可惜聪明人往往不忙。小姐，有生袁公子，先攻我这一关。年纪轻轻，何必为了……华雄，我们俩还没打完呢！来呀，再战！老东西！弟兄们，别被个女人给比下去啊！又是北门，北门告急！赤旗军的弟兄们，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华雄的。洛阳若失守，关东大军入城，你们中有几个能活下去？混蛋！城里的人质被军，我这一计双管齐下，看你如何有的。华雄，你是要继续在这里跟我们斗，还是抓住一线生机回去守城，好在董卓面前保住你这颗护城大将军的人头？进去北门一时受伤。听说这些关东的乱军凶残成性，见人就杀。想死的就快点儿！大帮主，事情已照您的意思办妥了。至于我的老弟，清风帮办事，诚信为本。待下一批人过关之后，你们兄弟就能团聚了。多谢八帮主。联军攻洛阳，这里很快就要闭关了。辽远兄弟怎么还没到？难道出了什么岔子？
北门已被我军攻破，董卓大军节节败退。华雄果然来不及回防，袁大哥这一石二鸟之计太厉害了。大事将成，二位为何面无好色？据探子所报，联军在平阳的主力已被引往庐山和北门，洛阳附近应该已没有其他兵力部署。不错，但是袁绍军却忽然攻克北门，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？你显然比我们早一步得知班城之事，却只字不提。统治你们袁家的人，反而利用我们救人的计划，来实现袁家独吞洛阳的野心。等等，这只要洛阳被攻下，皇帝又被携往长安，这座大城便名正言顺地归你们袁家所有了吧？袁大哥，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没错，我袁家4世3代，为皇帝诏书讨贼，若没有雄厚实力，如何可行？再有，你们主动孙坚的野心，我如何能不防？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袁大哥别误会，我们忠于汉室，何来野心？自黄巾之乱以来，我虽也奋力讨贼平乱，但是你们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，到底吞并了多少地方？每霸占一城，便立刻征兵收粮。黄巾贼已除，你们主攻此举，又为的是什么？你们，谁可以告诉我，这为的是什么？是野心，争夺天下的野心。这种人若不除，天下就只有更乱。怪声怪气，是谁？快给我滚下来！这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，令人不可胜。董卓，直到今天，朕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。很好。是董卓，皇上在他手上。华雄也在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北门被破，西凉军败向一漏。董卓，还不快逃！你就是水镜八奇中的袁方，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难怪华雄会被你吓得屁滚尿流。必须张生事，华雄是因为还不知道我的计策，才会被你耍了。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只是班城而已，此刻怎会还在城内？我只是班城而已。算算时间，那个人应该已被引到皇宫去了吧？那个人，董卓的目的竟然是……叔叔如此激进，是那件东西吸引着他。袁绍，朕等你很久了。皇上，臣听闻皇上孤身在宫内，便忧心如焚。原本出护驾来迟，皇上恕罪啊！知道了，都轻点儿。失礼了，臣见到皇上内心太过激动。皇上，您的头发怎么长出来了？袁绍，那人是我弟弟啊。啊？是吗？班城势在必行，但是就这样毁掉洛阳，似乎太过浪费。若是能够顺便除掉袁绍，那就很有价值了。关东叛军那些家伙各怀鬼胎，没有袁绍这个龙头，就只会狗咬狗，不足为惧。所谓城下一举，天下军师何其多，总有人能够破解城下一句之意吧。不过无论谁人破解出来，第一个得悉之人必定是袁绍，那就正合我意了。什么城下一句？董卓在说什么？他们聊得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袁大哥这是怎么了？连袁大哥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世上竟有如此厉害之人。
战争吗？父亲，我长大了，战场上的事既然大哥可以，我也一定行。我这是在后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希望雷魔王的奇迹能再次降临。老大不在，事情似乎顺利的有点过分。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难道他被吕布缠上了？有可能。吕布啊，你在担心老大？担心他？嘿嘿，他可是个不会死的怪物啊！只是真的很想看看老大和吕布那两个怪物之间的对决。光头，不认得我吗？你是你？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位朋友是？在下远当，是司马大公子的朋友，久仰残兵大名。他是关东联军内应元泰之子，因为事迹败露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摆脱吕布的追杀。难怪我们营救大公子时没遇上你。我说，梦姐，这是我见过你最有女味的一次，这次洛阳没白来。报，袁绍已攻下北门，直闯皇宫。董卓呢？董卓已关上东门，准备决一死战。看来我们要另觅出城之路。我就是为了此事才带袁公子过来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城西是东周的旧王城，那里有一条密道可直通城外。哎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这原本是为营救司马大公子准备的脱逃路线，所幸仍能派上用场。看来只能如此。只是老大还没到。城内不免一人之物，而且百姓皆已撤走。看来董卓是真的要收城。这就是旧王城，不错。你们先从密道离城吧。乔梦，只要知道是这里就行了。我留在洛阳城内等他，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他不会有事，咱们先去外面，晚点一样能跟他会合。都别去了，你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的。可是，小梦。带他回来。袁公子，多谢照顾。姑娘执意要走，袁某自不便挽留。只不过，旧王城内遍布机关，先让在下教姑娘开解，再走远处，以免姑娘带了那位火兄回到这里，却不得其门而入。1000年之前，周公旦受命在洛阳建了2座城池，一座为成周，而另一座用来做朝拜之用，便是王城。
这趟洛阳没白来。袁公子尚未成亲吧？什么？你想也不要想啊，没机会的。没机会？那位可是我们的首领夫人呢。首领为了这个人，命都可以不要。呵呵，今年第10个为梦姐着迷的人了。那2个臭小子，难怪你说什么都要回去找他。大公子，吕布，杨玉后面，没法，这力量，我早就知道，那个不通音律的王宇，怎会忽然送一名歌姬过来？所以军师一早便设下死计，引你们上钩。美人儿惊讶吗？我带来的这次聘礼可还算丰厚。令我惊讶的并不是你，而是一个令我费解的人。袁当，不是你的真名吧？让我来再次介绍一下自己。骑都尉兼西凉军第2军师吕布。文人不能武，武者不善文，文武俱备者稀。汝谓吕布是何人？人云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吾却谓吕布不是人。到底有多少个人？连我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凡是有吕布在的地方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小狗客们，一个都不许退！龙椅就是龙椅，坐上去的感觉果然不一样。没想到我袁绍临死之前还能在此坐上。龙，你在笑我吗？我这样做有错吗？主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我们中计了，文丑。为了坐这把龙椅，就必须要有人流血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今日就是你我的死期呀！我们还可以逃得掉吗？文丑说可以就可以，不想死的都跟我来！走，走，走！董卓，你不过是要我的命，何苦让大汉基业毁在这场大火之中？你怎么这样死得不漂亮啊！死不了的，龙，随
随我冲出去！皇上，不怪董某烧了这座洛阳城吗？再造一座就是了。有你皇兄做饵，也不介意吗？如果世事顾虑太多，将来如何管治天下？好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有董卿在，朕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再说，朕此刻也已骑虎难下了。当我是老虎，那你是什么？朕当然是骑在猛虎之上的真龙。胆子不小啊！难怪我这么喜欢你。袁绍已经完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全部杀光！不要再推了！公子，快想对策呀！你可是水镜八旗之一呀！方儿，爷爷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正想到袁家世代险恶的原因，一切以利益为先，凡阻碍之事必要摒除。你又想到此刻的形势，爷爷已是一颗绊脚石，能带着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笑！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竟仍拿不定主意。你叔叔此刻正身处险地，若是他死了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天下最强的军师，绝不能优柔寡断，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行。背后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要害怕身边人的牺牲，你可以吗？很好，也很喜欢你的女婿。袁大哥，叔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袁大哥，就是这样吗？对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，拦下他们！可是前方是河道，我总不能让马车。叔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别怪我！啊！叔子，既然你喜欢我，就让我为你牺牲一切。让我坦白告诉你，我袁方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这小子身为军师，竟然如此善于技术。小姐，不要啊！跳下去，必为乱箭所杀。这就是结局吗？我袁方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紫渊来，紫渊来，如此可怕！我不要像他们一样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要死。元芳，如同此刻的我一样，也只是怕死而已。你也不过如此。北门楼的奇迹，奇迹就是奇迹，
怎么可能一直发生在我身上？这种想法真可笑，真可笑。看吧，就连死去的人也在笑我。命运的审查着你吗？他喜欢赵浩，为了他，我将他化为重大的审查。只是芳儿和孔家小茶姑娘的婚约一旦取消的话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由不得他不同意。现在江东知府孙坚已占据了江南一带。芳儿性格固执，又能言善辩，要说服他也不太可能了。此时不拉拢孙家，难道让其他家族捷足先登吗？都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文初，你怎么看？少以为孔家能够为袁家带来的利益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，要做的终归要做，而且要做的彻底，以免夜长梦。这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对，为了袁家的利益。总说这话寒气正是，为何只要我逃啊，经不起风雨？这条小小差是病死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明白了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逼我和江东孙坚真君成亲，为了让我死心，暗中派人杀死小茶。你既知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有那么多儿子，他们不更能代表袁家的利益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进行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为何要牺牲我？回答我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父亲，今年只有20岁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我袁绍一生呼风唤雨，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可惜却生了几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所幸20年前，一位杰出的女子终于为我生下了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。住口！可惜，因为礼节的缘故，我无法给他一个名字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这个孩子才是我最适合的继承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为了让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，我会不惜一切让他得到最好的东西，让他得到最好的生活，得到水镜先生最好的教育。将来，他也会得到一个最有利的婚姻，壮大名声。届时，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，去和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竞争。你要怎样骂我都可以，但你绝不可以曲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意。痛恨我吧，愤怒能催生强大的野心，这样才能令你不惜一切来夺走我的东西。没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袁家就会被中原洪流所灭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不是你的一个棋子。人疯了！有我自己的路！别让他去救袁绍！为了得到你的一切，实现我的野心，少的今日还不能死！
黄盖，你的缩头乌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里的人都被你杀光了，黄盖应该也在他们之中吧？还有，最后一个，国贼，天下人会永远记得你的谋朝篡位，永远记得你的不忠不义。今天死在这里的每一位忠臣烈士，他们不死不灭的精神，更会像厉鬼般缠着你，诅咒你。你不只得不到天下，更会受尽后世唾骂。不，袁绍将死，这人留着也没用了吧？毒妇国贼，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世间将容你不得。对，你将会被自己人残杀，甚至是自己的儿子。胡说八道！够，让我杀了这老东西！骂得好！像一个不知所谓的泼妇。汉室将亡，并非亡于我手，而是亡于像你这种尸位素餐的蛆虫。你贵为太傅，高官厚禄，享尽荣华，却上不知劝诫皇上，下不知监察百官，是外戚阉党，祸乱宫廷，黄金贼寇，荼毒天下，赤地千里，民不聊生。你凭什么在此满口忠义之词？我问你，究竟是眷恋自己一手腐化的国家，还是眷恋自己的荣华富贵？圣上，请你不要理会这国贼的胡言乱语。臣等之心，可照日月，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的心人亏。你既无护国之见，也无救国之能，甚至你根本不明白天下百姓的心。天下百姓的心，这国贼竟会有如此正见？不对，你不是不明白百姓之心，你根本就是不在乎。扪心自问吧，袁回，你和我之间究竟谁才是国贼？董卓的样子是在膨胀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幻觉。哦，老家伙，果然还没死！快跳！在下不会水啊！你双箭手！要停！老家伙是孙坚的水性提督，水性好得很，给我再射！无妨，不用管他，差不多该去皇城了。这么说，袁绍已成功逃出皇宫了。以袁绍当前残存的兵力，只可逃往旧皇城。吕布已引兵埋伏，我们从后方夹攻，这就是天下第一计谋，场下一句的真意。3位残兵到此为止了。残兵的招数你还有很多没见过，机会难得，想不想开开眼界？没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咱们趁机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回来呀！事到如今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只是一个佣兵，不想死的不明不白。吕将军，只要你带我走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公子，她不是你的女人吗？有感觉的不只是我，对吗？吕布，她是我的，你敢？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他说什么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小梦，你……走了。口中刺。
凤姐，抱歉，计划失败了。想要挟持我逃出洛阳，残兵果然不简单。公子，好险啊！若刚才的是你，公子，你不是说过要他吗？我可以安排。我没说过，你记错了。不，会死的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完全猜不透，仿佛一切都在他计算之内。红色，这是水还是血？如果这是水，为何如此炙热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是人还是鬼？笑，人根本不可能承受这种痛楚。难道是鬼？原来我真的到了地府。停！不用来了，我不是叫你们留守在主公身边吗？对付这些西凉人，有这一把斧足够。文丑啊，我真的摸不透你的实力。前面把守王城的，想必是更厉害的货色吧？不过，我今天状况绝佳，就算有10个吕布，我也吞得下。见鬼了！主公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就算是10个吕布，你也吞得下。早知如此，就该说10位美人了。这个人就是河北文丑，那么和废帝刘辩在一起的，自然便是袁绍了。听说吕布曾独闯五里军营的中心，单人匹马击杀了独眼龙刘宗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以他一人之力如何办到？今天见到各位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吕布原来不止一人，难怪如此厉害。既然知道厉害，还不速速退兵？文丑，敌军势大，不如好，好相与尔等一战，各为吕布来！呀！一招就败了，还是被腹背，连胯下的坐骑也承受不住这力量。死得不漂亮啊！如果这人是吕布，我说10个，就算100个，我也吞得下。义兄，我曾经听你说过，当初义父平定天下之后，
你想当洛阳太守，所以许灵兄，我把洛阳城烧给你。在你接收洛阳之前，我先将夺你性命的凶手带来了，推出去。大公子，王副帮主，你也在这儿？混蛋！到底有多少个吕布？小我，你没错，就是他中了吕布的奸计，我们才又见面了。大公子，张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这样子好漂亮啊！你也看看场合吧。不愧是大公子，跟我先前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今天，大家都见识到吕布真正的实力了。从落在他手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只可惜，连累了清风帮的兄弟们。大公子此言差矣，若不是残兵提前告知汾城一事，让弟兄们早一步离开洛阳，恐怕清风帮就要葬身火海，从此消失了。现在我们只牺牲了几十个人，却救回了数百弟兄的性命，谈何连累？说到底，罪魁祸首还是我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大家怎会？砰！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？造反了吗？还是发疯了？发疯的是你，风言风语，我听不下去了。大公子，你以为残兵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有失手过。况且你还不知道，此时此刻我们那个疯子首领在干什么呢？这么说还有后招？对，还有那家伙在。大公子的心情好了许多。是啊，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只剩下一件事。吕布，战那么久，也该腰酸背痛了吧？咱们来切磋一下。很好，我的手也痒。对，动动手比较舒服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先斩吕布的竟是我们。今天我们可以在王城之内亲眼目睹吕将军战斗的英姿，着实令人心潮澎湃。来，让我带头助个威！吕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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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将军！士气好高，这些人对吕布有着绝对的信心。吕将军，战无不胜！副将中标了！军，别喊了！吵死！对，吵死！ 100斤，哼哼，错，是150斤。吹牛，你这矮子怎有如此力量？别笑死人了。但是，待我左手一挥，力道只有1000斤。要倒了，压下来了，好了！这不是人啊！这力道何止1000斤，但是单凭蛮力是不可能赢过我的。我有的是蛮力，所以才担当先锋。至于杀人，是他的工作。
么强的吗？看来雷赫昂还没使出那招。真的有希望赢过吕布吗？可怕，真是强的可怕。怪不得连行事万无一失的许林也。残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吕布也名不虚传啊，连马屁也拍得比别人响。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连招之下活命的人，也会是第一个取你们性命。有可能吗？他还没用兵器呢。不妨告诉你，无论用不用兵器，你都敌不过我俩联手的最强一招。这一招很强哦，连我们首领都挡不下来的。刚好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为了提升你们的战意，打赢我，便免你们一死。好大的口气呀！雷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听得不是很清楚，似乎是说要饶我们一命。呸！你怎么看？很想揍他一顿。那就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醒了，终于醒过来了。太好了，黄婆婆还以为没事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洛阳真的被董卓一把火给烧了，全死了，只有我们。该死！若不是元芳那臭小子利用我们，喂，别说了。怕什么？尽管说吧。对于那种人，你们以为我还会在意吗？小姐，不过有一件事，此刻却不得不向他学习，学习他的逃跑伎俩。走吧。黄将军，你们孙家的女子了不起，我喜欢。小姐，怎么，剑伤有发作了吗？是啊，这次受的伤很深。尽情的哭吧，小姐。深入骨髓的伤痛是不会那么快就痊愈。好热呀，大火还没烧过来，这里就已经和火炉一样了。我准备好欣赏你们的绝招了。好戏来了。我们也准备好了。绝招的名字是只用一次。中了，滚！就一次，快，我更强，更快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没完呢！听到了吗？还没完呢！只差一点。厉害！吕布看来不是他俩的对手。好痛啊，但是痛快。我从未享受过如此这般痛快的感觉，但享受该有个限度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看，那些西凉将士眼看吕布处于下风，却没有一个人下来助阵，是不敢出手，还是对吕布有绝对的信心？这招叫只用一次，是因为从来没人可以活下来吗？可惜你是个例外。那就改成只用2次吧。如何？再来一次。单手单脚在战场上本已算是废人，
没想到却练成了如此强劲的杀招，令人佩服。你本为丁原义子，却卖富求荣，投奔鲁国，对名利的执着，也着实令天下无耻之徒佩服。董公子，吕布加入西凉军的目的是什么？公子可曾想过？公子莫受挑拨，我对义父之心可昭日月。吕布，你要小心了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小心呐！太迟了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！磊，这家伙很棘手啊！别担心，战场上没有杀不死的敌人。可怕，我开始担心了。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现在不杀了你，下一个死的就会是我了。说的没错。哎呀！又来一次，可惜我已经看穿了这招的破绽。就是先攻你这些，然后再攻你下。啊！动！强敌当前也不弃自救，太愚蠢了！放屁！挡下了。可惜我站不起来了。来，别过去！这小子的五脏六腑已经被吕布强大的力量震伤了，只剩下你了，去取件兵器吧。没有这个必要，赤手空拳照样可以。来来来！笑死人了！就凭你这个残废，你没有兵器，连我都能打赢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打得不错啊！谁？啊！将军，刚才为何不下令阻拦？你们没看你的肩上扛着的是什么吗？我已经杀了9个吕布，还有多少？看来这里的西凉人全都聋了。又是一个拿方天画戟的人，莫非？对，碰巧我也叫吕布。张辽将军于西门外大败袁尚。好一个张辽！反而你们9个却打不过1个，简直有损吕布的名声啊！这些个窝囊废全是假货吧？怪不得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吕布的踪影。这些假货的作用就是迫使主公来这处死地，所以他们死的还算有价值。你才是真的。这么肯定？相当肯定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将士们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主将。懂得观察兵卒的眼神，你很不错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为何发笑啊？人说吕布有勇无谋，今日一见，令我恍然大悟。悟出什么？悟出水镜先生士气论的精髓。士气论，就是那篇天下第一谬论呐。说说看。贬敌台己，其法有3：其一，敌将出胜者，贬己方武将鲁莽；其2，
敌将多胜者，偏己方军师择地失当，其后天时预判失误。其三，敌将常胜者，偏其有勇无谋。常胜者被比为有勇无谋，这不正是敌人对吕将军使用的手段吗？这就是敌人维持士气的法子呀！原来如此。今日得遇西凉军的常胜将军，在下倍感荣幸。过奖了。主将虽勇，赢得战争却还是要靠每一位将士一刀一枪去拼。归根结底，战争就是两军士气间的一场较量，对领军者名声的一种吹嘘。能被称为有勇无谋者，天下不出几人。您是其中之一。自黄巾之乱后，河北袁绍的势力迅速拓展，也是两个被称为有勇无谋者的功劳。你是颜良还是文丑？在下袁绍麾下上将军及6军军师文丑。这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文丑，被称为有勇无谋却战无不胜的大将。他单枪匹马到此，莫非有诈？安静，别乱！文丑兄果然厉害，几句话就令我方乱了军心。既然军心已乱，阁下有何对策？别无他法，唯有一战。不错，请备马。几句话已令我骑虎难下，对于将军这样的人，吕某深感敬佩，承军美意。好敌难求，请。这就是武将的豪迈啊！为将者当如是啊！董某受教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武将之勇啊！眼前这2位将军智勇双全，残兵真的不如他们。我们败了吗？还是我们的勇者还没有出现？大火快呀！钟兄，王城里真的有密道可出城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现在唯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那位小兄弟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血还没止住，可是饼真的能止血吗？没错，拿来。啊，你干什么？血不可白流啊！流多少，我便吃多少。火象变了，大火马上就会烧过来。就算火不烧来，我们若杀不出去，一样会被这烟呛死。知己知彼，生来不死；知天知地，生来不穷。孙子啊，我竟忘了你的兵法，真静啊，静得有点过分。前面地势凶险，我若是鲁国，必会在此上。知道又能如何？此时此刻，我等已无路可退了。少问众将士，你们怕死吗？不怕。我问完了，现在就把答案告诉敌人吧。共军被冲散了，皇军查封郑捷。在。刚才的问题，你们3人还未曾回答我。即使主公被吓得屁滚尿流，末将还是不躲；即使主公向匪贼投降，末将还是坚持己忠；即使主公下令退兵，
将还是会坚守到最后。诸君的回答稍铭记于心。许巍，就算是要死，也不可失了袁家的颜面。上面是董卓。前方相见吧！上天，你赐予我一个华丽的牧场，让我死得漂亮。误主而死，天下传颂，袁家千秋，颜面有光啊！让我们过去吧。退下！别逼我们动火！大人，怎么办？前面是董相国特别为袁绍设下的死地，不可以被这些贱民扰乱。传令下去，无恶不对，格杀勿论。别过了！退下！退下！快看啊，烟吹过来了！既然进去都是死，大伙儿不如拼了！对，怎么拼了？快下！别过来！弓箭手！快！大伙，别站起来！战争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太平，为的是国泰民安，为的是兴仁义、父孝慈。何以眼前竟是人与人相杀不休？这就是苍天安排的命运。那么，苍天已死。黄金贼张角说的没错，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梦想而踏上杀戮之路，我和董卓又有什么分别？大哥，我矛盾了。所谓的苍天，乃是民愿，万民的意愿即苍天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天不在乎生死兴亡，生命凋零，只在乎是与非。你意向不决，只因你怕祸及无辜，坏大哥的名声。但是，一个视自己颜面重于是非的人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董卓视颜面如粪土，成一代霸主。只是这人不顾民怨，不分是非，无异于逆天而行，必将走上灭亡之路。大哥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很好，二弟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只有数十士兵，加上这群民众，要是杀上去，必死伤惨重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去。你是董卓军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。再加上这些人救过我。好，我信你。大哥，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
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，是赵校尉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！这人是西凉军，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能好死，我走鬼也不放过你！不住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想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3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后面是焚成大火呀，所以他是叫赵火吗？我看他是在指上面的天吧？是赵天，还是叫郑将军，你可曾想过，生命是什么？生老病死吧。我问的是武将的生命。老爹生前说过，15从军征，80誓得归。归？应是马革裹尸还吧。身为武将，若胜，还有永无休止的战士在等着你；若败，死者家眷咒骂，军法处置你。若临阵退缩，史书上定会贬义你的后人也一生都抬不起头。若有幸80岁仍不死，但看见年轻一辈沙场杀敌，而自己却有心无力，那时只怕比死更难受。武将的生命就是如此无奈和荒谬，选择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多谢2位大人提点，我豁然开朗了。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来了，是袁绍的先锋，领头的是郑杰，听说过此人。让他们过去。不错不错，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不错不错，能葬在如此壮观的墓地里。现在只差一个轰轰烈烈的死了。啊，这是袁绍军的先锋，关东的袁军来了。文丑大人还活着。文丑大人，我等奉主公之命前来驰援。吕布，你发现我在想什么了吗？
元丑大人的手在抖。这人难道就是能让文丑大人如此紧张的对手？看来他就是。又来了3个送死。王俊，以打头阵，探探对方虚实。正有此意。文丑大人会发怒，只因身为主将，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下不了决心。不似我等身为先锋，早已抱定必死之决心，反倒无需救见。敌将报上名来！我真是……做了这样一条路，你后悔吗？今日我们的武将之路就要终结，那么就不留一丝遗憾地将它走完吧。战神吕布，名不虚传，能死于战神旗下，我死得漂亮。才20岁便战死了。身为武将，能与天下无双的吕布一战，他死得其所。郑兄，强敌当前，你我还有时间悲悯吗？哈哈哈哈！阿红，我的手也开始抖了。哈哈哈哈！不是因为害怕，因为我得早知今日必死，不会发抖，只因为我好兴奋呐！这就是战役。作为武将，面对被称为战神的对手，只求一战。无关生死，只求一战。吕布，袁绍军先锋马洪在此，袁绍军先锋郑杰在此。请能和天下第一猛将一战，今日纵然战死，也无悔了。袁绍军还真是勇猛。越人一起上，有希望吗？你们在等什么？一起上啊！赶紧！冲啊！好鲁快！吕布，来接我一招！我懂了，这种感觉好像似有忘我，无所顾忌，仿佛自己是天下无敌，只是那么一刹那的快感，也失去了临阵必须的冷静。文主大人，他终于下决心了。文成，这次要让多少招？我们有3个人，请让30招。文主大人，这……好好感受吧。吕布的恐怖不仅仅在于他的武力。吕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保护主公，杀出重围，我等今日以死报答主公。最吵的那个是我的。宋国来了。
马雄，在，我们下去，终于要来了。袁绍，你我二人许久未见。想不到几年前的一个西凉太守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了挟持天子的恶贼。变革的步伐是停不了的。步伐太快了，小心跌倒。人生起落无常，今日会跌倒的却是阁下。18路诸侯跌下了1个，还有17个，可惜群雄无首，将来亦只会自相残杀。你把他们看得太简单了。没错，人性绝不简单，正如阁下的野心一样。我心中只有天子。天子是什么？国之魂魄，没有天子，何来有国？那么天子何来？万民拥戴，顺天而来。袁绍，如今万民还拥戴皇帝吗？废话，只恨一人祸国殃民。既受万民拥戴，那么黄金贼又从何来？世间疾苦，民不聊生，诸侯恩养尊处，视而不见。公主，你也一样，没有资格说我。我做过什么？你又做过什么？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我以天下义士抗贼。住口！我们的3位对抗乔10年，大小战役过百，为国除外患。你们这些人安居中原，却令国风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恶贼自起。凭什么说我主公？可笑！你有保国之心，却驻兵皇都，干预朝政，岂非自相矛盾？黄巾之乱，幼帝登基却无人辅佐，诸侯以平乱为由，趁势作乱，一个个拥兵自重，穷兵黩武，内乱已成定局，100年未有的乱世将至，天下百姓将活在地狱之中，不知何时才会终结。我为救此危局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辅佐天子铲除异心，我有错吗？铲除异心便能天下太平吗？公主，管治天下并非如此简单。皇帝顺天而来，只是尔等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找的借口。试问何人曾见过上苍，听过天命？袁绍啊，苍天已死！你的理念竟然和黄巾贼如出一辙。贼？何为贼？袁绍，董某正是要消除每一个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窃国之贼，还天下一个干干净净。除淤血，生祸乱，人才知什么是可贵。你喊捉贼，邪派无言。我恨的实在不轻，大官显贵，不如给我死！天真的死了，卓，你管住天下的理念。注定像我的生命一般，一闪即逝。一天之星，结果只有一个。公主，你的末日。袁绍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顺应天意吧？给我下山取回袁绍的首级，送来救王城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华兄，看来吕布比我更受欢迎了。董卓来了，难道袁绍大人？好刀法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脱刀法呀！这记翻身真是妙绝。看来大家已忘了城下一句之意。叔叔，3，错，对，让了数十招，强如文丑，亦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华兄，你认为我看到了什么？以末将看来，这是有心炫耀。我看见吕布正在建立自己的威望。今后将会是一个漫长的乱世。我老了，统一天下之愿，在我有生之年可能完不成了。随后的事，你能代替叔叔完成吗？叔叔，吕布的威望正扶摇直上，要凌驾于你。如果我死了，你有能力去驾驭吕布吗？还是让吕布来驾驭你？叔叔，你的意思是吕布会取而代之？没人知道吕布的心在想什么。主公虽与他君臣相称，实则与父子无异。但这人曾为名利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原，我看主公这是养虎为患。持国如骑虎，用人也是一样。若一个人能驾驭猛虎，世上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？我可没有叔叔的气数。那么，让吕布杀了这3人之后，结局便无可改变。在我死后，吕布必将你取而代之。30秒，快到！刀枪无眼，公子来做什么？文丑，你的主公袁绍已死，何不速速归降？袁绍已死，袁绍已死了，袁绍赢了，投降吧！公子，只怕他们不会如我所愿是吗？我再说一次，速速归降！这里只有断头将军，还有降平的将军。我们来得及了，快！好，一命换一命。可惜，我的命还不配。文丑，30招已让完了，你在想什么？他能看穿我的心，战又不战，降又不降。皇儿，你终于出手了吗？如今袁绍已死，关东联军群龙无首，必将瓦解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文丑，你又何去何从呢？我非吕布之流，文丑尚有忠义之心。于忠啊，天下大乱，就是因为袁绍这样的庸人太多。吕布与你不同，他是非分明，所以才会选择我方一时。因为他知道，能解开天下困局的只有我们董家，所以他甘愿受尽天下人唾骂，对董家尽忠职守，至死不渝。公子说得好，吕将军忠于董家，弃暗投明，跟你的于忠是有天渊之别。文丑，
那份豪迈，跟当年的主公多像。好小子，不以降敌之说提醒将士们，吕布乃是不义之人，而后再以忠义之名赞扬，让他有台阶可下，实乃一举两得。这样一来，吕布就算要反，亦得不到人心，而公子的地位反而变得牢不可破。皇儿，你长大了。誓死不降！东都，还我主公命来！挡不下！放你当车！这个好厉害，前面不行了！喂，怕什么？给我拿下！西海里除了吕布，全都是废物，当我者死！走，来会饮。我就是在等你呀！什么意思？这蠢材竟然离开了主公！啊！此话怎讲？莫非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？死得不漂亮啊！曹兵卫杀掉了自己的养父丁原，我看主公你是养虎为患。好。义父，这人是一个本该死去的人，假扮我军刺杀袁绍，再送来袁绍的假人头。只要我稍有疏忽，这人便可趁机发难，挟持我。这一仗，袁绍便可反败为胜。能在败局之中谋划出此等计谋的人，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袁方吧。这就是袁绍的人头，死得不漂亮啊！死得不漂亮啊！与水镜八奇相比，奉先你还是棋高一招啊！可笑的是，袁绍兄屈尊降贵，甘当一名小卒，未免太过委屈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出手太迟了。什么？袁绍还活着呢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袁绍、袁方，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公子，袁方谋划的本是一条起死回生的绝妙好计，
可惜却败在了文丑手上。我早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，但并不清楚拖延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先陪你玩一玩。袁绍帐下皆乃忠勇之人，方才一听到袁绍的死讯，这两人便疯了一般向我扑来，一心殉主。而你却没有这么做，是你文丑的忠勇之心不及此二人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料定你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，使我远离义父身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元方献俘之际，你立刻向义父所在之地全力攻了过去。以你的实力，一般兵卒当然无法敌他。如此一来，连一直守在义父身边的华雄也被引开。这时，义父的身边已没有得力护卫，这正是元方出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家伙不是人呢！文丑，我败得彻底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，公子。要不是你一早就预测了我的行动，忍辱负重等待时机，这计谋根本就无法成立。我可曾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？今日虽败，元方应我未来，可文丑心中有愧呀！就这样结束，我不甘心了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我看见一只有力的手放在他绝对信任的人肩上，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，我感觉到自己败得彻底。大人的状况看起来有些不妙啊！大人无需惊慌，还有我们兄弟在。上面的是谁？给我出来！这个声音是……差点忘了。来人，给我抓住那家伙！我军还有一支无法驾驭的骑兵。这就是人称奇才的元方吗？你还要当到何时？在逆境中去保持冷静，让接待军师之本。但是现在的我有心无力。这不是传说中的吕将军，吕将军，这人就是赵我杀死大人和我父亲的凶手啊！这么说，此人就是残兵之首。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竟真的是莫名其妙。更奇妙的是，我看见对方的表情，这表情告诉我，故意失去了已经这英勇的冷静。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，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、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一个杀招。大怪物终于来了！我哥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正是时候？这家伙就不能早点来？别乱，守住阵型，别乱！你终于来了，竟然连吕布也乱了！仲达，你说的机会来了。用兵之地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
用虚色制造真色，按我最会杀庄稼时就是赵火。啊！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吕布。董卓，初次见面。后面！许灵死后，我们一直在找那独眼杀手，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幌子。更没想到，残兵的首领就是你。有件事令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？相传残兵皆为身有残缺之人，可我实在看不出你哪里。怎会如此？他结结实实吃了吕布一击。那小子竟然没事？难道你天生就没有？对，孺子可教啊。是谁？人们都说吕布不是人，要我说，咱们这个疯子老大比吕布更不像人呢。你喝了？啊，这不是酒吗？傻瓜，这可是四川特制的穿肠破肚芥辣油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酒。竟然整瓶喝光，你会痛死的。我现在全身暖洋洋的，死应该不会这么舒服。你这副鬼身体，雨晴是怎么可？周达。痛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想知道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也会怕死吗？当然。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用你这条命换这里所有人的命。怎样，这买卖很划算吧？的确很划算，只是董某也很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有你在这里制住我，其他人方可脱身。那么你自己又要如何脱身呢？二哥，那小子真的是怪物。大哥看人最准，绝不会错。以命换命，这就是残兵吗？这次多亏了阿火，我们和这些百姓才得以逃出生天。这个疯子，幸好我和这家伙是同一队。没想到洛阳的水土工程如此厉害，只要将护城河的水抽干。所谓的王城密道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几人不是？看来袁绍大人也受了。哪里，算不得受苦。
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。”袁叔叔，是你呀，很好。芳儿，怎么你连孙家小姐也带来了？不可受得了，我快走了。怎么，年轻人又拌嘴了吗？现在不是犯难的时候，还是先跟着袁大人离开此地再说。进马车里坐吧，陪陪芳儿。袁叔叔，我就在这儿陪着您坐坐吧。2年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漂亮。芳儿有福啊！就这么让袁绍走了，可惜，而且连那残兵首领竟然也脱身了。姓赵的，老子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换那残兵首领的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呀！算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能让3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刘备呀，刘备，董某几乎就想留你一命了。看看你这个无名之辈，还能做到何时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杀我，礼尚往来，有借有还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况且吕布不在这里，你想杀我，也并非易事罢了。你们记住，我儿吕布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。今年可真奇怪啊，到今天才下了这第1场雪。换做往年，祭祖节前都下了4、5场了。还不都怪那董贼逆天而行，倒行逆施，惹得苍天震怒。怎么驾车的？小心点啊！抱歉，对不住啊。又流血了。儿，没事，只是有点疼。活该！你说谁活该？再乱说话，小心人头落地。
梦姐，布拿到了吗？来了。这是哪位？大美人儿啊！布拿来了就快帮老子止血。知道了，躺着别乱动。真是的。哎，你怎么样？不碍事儿，一点皮外伤加一点内伤而已。老大，你虽然不会疼，但全身的伤势加起来比他还重啊！小丑，随便舔一舔，睡一觉起来便好。你还刚好，你坐起来干嘛？快！到底是谁？好的，怎么吃东西啊？刚才的饼呢？拿来。怎么又是你？鬼啊！鬼啊！啊！红盖，这小子杀不得。元朝大人，这小子是西凉军校尉。谁杀谁还不一定。他不是已经……诸位，给袁某一个面子，先别动手。大人，知不知道他？我只知道他是这里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好啰嗦，想杀我就来吧。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小姐，来吧！啊！自产不休的家伙！这真挺换来了我的心神。后面怎么了？敌人追上来了，快走啊！杀害许林的真凶就是你！不怪你自己太蠢了。没错，真是太蠢了。死之后，你失去了为将者最重要的冷静，才会三番两次为你愚弄。一步，只差一步啊！对，就欠了最后一击。别忘了，还有我，快动手！残兵，我最后靠你了！你们护送大公子先走，像以前一样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头，留其小梦。明白，和以前一样，无论你是多钱，最后是留给我的。我又见到了这个眼神。那天，那个令我今生第一次感到恐惧的眼神又出现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怕的。吕布，我救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为许林报仇的使命即将完成。
要死的终归要死，要活的还是活下来。徐林生前常说这句话，他正在下面等你。去！还没死呢！还能再战？天下竟有这样的武将！他真的是怪物？你和我不一样，吕布啊，现在很痛吧？痛，重要。痛快才最重要！现在还想杀我吗？小毒妇。这个啊，什么？这可是人中吕布的戟啊！我今天就割爱，用它来换你手上的剑吧。你们这些人，全不是吕布的对手，想活命就跟我换一把兵器。在洛阳河道救我的是你，在北门楼救我的也是你。我说的对吗？残兵首领。你这婆娘，打从见面起，不是抓我就是杀我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难道？我贪图你孙家的权势，想借此亲近你，图谋不轨。你们这些当大小姐的，怎么总爱胡思乱想？喂，小子！你反悔也没用，剑不会还你的。只要你活着，
我就答应你。小姐，你答应他什么？真啰嗦。胜负会如何呢？无数武将死于吕布旗下，只看那位年轻人也。战争就是如此冷酷无情，多少心怀壮志的年轻人，终将像流星般一闪即逝。残存亦没入。残兵，傻瓜，哭什么？我的命一点都不重要。你我都是残兵，记住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无需在意我的生死，任务优先。残兵，不要死！如果你死了，我的努力便白费。他说的对，在北门楼杀我15员将官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整个洛阳城除了我，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。整个洛阳城，也只有你这个傻子，才会3番4次被我愚弄。可惜，愚弄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知道吗？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愚弄你。啊！是时候上路了。虚无在下面等你很久了。很奇怪，我忽然知道什么是痛了。痛，乃是源自内心的恐惧，又或者，跟这个怪物相比，我忽然像个人了。我杀人无数，在我的画戟之下，那些自称是强者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。而今天，我用上了2只戟。这个人绝非一般的刺客。更何况，在他身后，还有一群匪谍。
寻常的同伴。终于发作了。我可伤得那么重，他还坚持得住。他一定没问题。解药来了，这是中毒了。中毒？怎么回事？漂亮的就是那次。公子，更可怕的是，在这群人背后，必然有神秘存在。妖精藏在口中，真的被愚弄了。吕布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幸好毒性似乎不深。你若太早中毒，我们挟持董卓救出所有人的大计便难以成功。此计的精髓就在于，你若执意追杀，途中必会毒发。可惜你低估了我的体力，在赶回去解毒之前，我仍有余力杀你。毒是迟了一点才发作，但是你也低估了一件事，在你身后是一群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人。当你是狼时，他们是羊；当你变成羊时，只要杀了吕布，关东联军必有重赏。有了赏金，他们就可以重建家园。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。残兵从未失手，这次也将全身而退。如此周密的计算，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啊？小姐，别过去！绝对不是鬼，他只不过是个外人。外人我都不怕，难道会怕这区区几百人？那么，在这群满腔怒气的人之外，再加上一个挡你几百招也不会倒下的臭小子吧？打不死，他果真是打不死的。我是刺客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一直纠缠下去，直到你毒发倒下，直到我们之中有一人彻底死去。你的话太多了，无非是想我知难而退，因为你已经怕了。怕？我怎会怕你这卖夫求荣的人渣？这小子疯了吗？为何要如此不留余地的激怒吕布？他真的是要拼命了呀！你再说一次，吕布，你这弑父求荣、见利忘义、三姓家奴！这一局你胜了。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可以冷静地权衡利弊，而你最终做出的，依然是一个令自己臭名远播的选择。我要杀你，只为报许林的知遇之恩。若当真与你同归于尽，未免太过愚蠢。吕布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们可没说要放你走。我对天发誓，下次见面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
续走，别回头。说来好笑，我忽然怕死了，怕得连站也站不稳。燎原火，这不像你。错，我就是我。我在等待，等待火凤燎原的那一刻。是我活在梦中，还是梦活在我的人生中？刚才的是幻觉，还是这场洛阳大火给我的启示？二公子，他们来了，马车里还有其他人。燎原火，你这个爱多管闲事的家伙，我已背你。